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旁边都是车哎。对嘛，我就说装上麦克风之后，声音是不是清楚很多？虽然你还是可以听得到一些环境的声音，但我早就说过了，麦克风真的很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贝尔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 DJI 新的麦克风 Mac Mini 2S。我记得以前买这种无线麦克风1对2的价格超贵，都要破万，但没想到现在5000出头就可以有还不错的品质。Mac Mini 2S 它有出2个版本，一个是纯接手机，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可以接相机又可以接手机。那我现在拍摄就是用相机版本，手机版本呢一次最多可以连接到2个麦克风，而且它是可以跟其他带一起混着用的。而相机的版本呢，它最多可以一次连4个装置，就很适合多人拍摄的情境。那它也可以跟 Mac Mini 系列一起混着用。可以看到这2个接收器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一个是 Type C 直接插在手机上，一个是可以夹在相机的冷靴口。那相机版的盒内呢，它还有一个 Type C 的转接头。假设你要接手机，你就把下方换上这个头，接上手机就会长这样。但它这个头卡得蛮紧的，所以大家在拆卸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你可能会因为过于用力，然后这个头就喷出去，这个喷出去就会被地板小精灵捡走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麦克风，体积很小，重量也蛮轻的，只有12克。有支援磁吸，让你可以吸在衣服上面，也有支援夹式，但夹子也是磁吸的哦，所以你可以夹到衣服上后，再转动麦克风对准你说话的方向。我自己很喜欢磁吸的设计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夹子配上磁吸的设计，这样很聪明。麦克风的这个磁吸前盖啊，它可以换颜色，除了原本就有附的黑白2色，他们还有出这种多彩的前盖，你就可以不同的衣服更换不同的配色。而且我非常喜欢他们盒子的设计，你一次可以帮接收器跟麦克风充电，然后上方可以收纳磁吸的磁铁。大盒的你还可以把线塞在这边，这样外出就只要带这一盒就好。相机版的盒子比较大一点，所以麦克风装上毛球后可以盖起来。手机版的就比较小，它也有附毛球，但是装上去后盒子会盖不起来。但是没关系，你的毛球可以放在这个收纳袋里面。收纳袋里面就是可以收纳一些毛球啊、线材等等。等于是你要去户外拍摄的时候，你再把毛球装上就好。Mac Mini 2S 支援2级强跟弱的 AI 降噪，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们降噪的效果。现在呢是没有开启降噪时候的效果，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到环境的一些车声，车子从我后面这样呼啸而过的声音吧。现在呢是开启弱降噪时候的效果，大家应该会觉得，环境的声音是不是减少了蛮多的呢？那现在是开启强降噪时候的效果，车声应该几乎已经听不到了吧？但是人声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闷闷的？如果是用手机版，可以直接在接收器上调整 ，O 代表 Off，L 代表 Low，H 则代表 High。如果是相机的版本啊，你就是要单颗麦克风去跟手机连接，然后在 App 上面调整。你看它这边降噪打开之后，它就有弱降噪跟强降噪的选项可以选。另外呢，它还有内建3种音色风格，那它也是可以在 App 上面调整。这个音色预设的部分，就是有普通、饱满跟明亮可以选。我现在在全世界数1数2能量高的南港公园。我现在在全世界数1数2能量高的南港公园。我现在在全世界数1数2能量高的南港公园。像是降噪跟音色调整这种都是要直接在手机 App 上面做设定。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始拿到麦克风之后，你就先全部设定一次，要不然你每一次连过手机，你都要再跟接收器重新配对，我会觉得有点麻烦，所以一开始就设定好，就不用再调整。Mac Mini 2S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它有支援单独录音，而且它有支援到32bit。想象如果你有一天拍摄了一整天，然后回到家才发现影片没有声音，哇！这我一定无言到爆，所以我一定会戴监听耳机，但是摄影师不一定会监听。OK， 你看现在摄影师甚至就是没戴。内录的这个功能，它就是来解决你没有录到声音的困扰。当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，它就会单独存一份声音到这个麦克风里面，你就有一个保险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录到声音，你的麦克风里面还有一份音档。你单击麦克风电源按钮，这边亮红灯就代表正在内录中。它内建16GB 的储存空间，可以支援长达28小时的内录音。那如果你录满了之后，它其实就像行车记录器一样，它就把最旧的档案覆盖过去，然后一直录新的这样。32bit 呢，代表它的动态范围更高。一般如果你录音，然后太大声，声音爆掉，那个声音后置是调不回来的。而有32bit 动态范围呢，就代表它能处理的音量空间大很多。就算你的声音爆掉，你在后置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它拉回来，维持完整的波形。那我们要怎么把我们刚刚内录的档案拉出来？
如果是相机版的话，你就是直接充电盒上面接线，然后插到电脑上。那如果你是手机版的话，它里面会有附一条这种麦克风的充电线，把它接上去，然后插到电脑上，就可以把档案拉出来。麦克风单次使用是11个小时，相机接收器单次使用是10个小时，然后手机的接收器呢，它是直接吃手机的电。麦克风跟接收器它都有支援快速充电，充电5分钟可以续航1个小时。以官方的数据来说，大盒的充电盒在满电的状况下，它可以支援40小时的续航。那小盒的充电盒，因为它只帮麦克风充电嘛，所以它可以大概充1.5次。我自己的习惯是，只要拍摄的前一天，我都一定会帮器材充电。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不习惯的一点是，他们不论是麦克风或是接收器，因为没有萤幕，所以我看不到电量的多寡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最保险的做法是我每次拍摄前就是一定要帮他们充电。他们家的麦克风还有一个优势叫做生态支联。如果你有他们家其他 DJI Osmo 系列的产品，包括 Action、Pocket、Nano、360系列，你不用额外的接收器，麦克风可以直接跟产品配对使用。比如说我手上有 Pocket 4P， 它原本有附一个麦克风，那我可以直接拿一个 Mic Mini 2S 跟它配对。Pocket 这边你进到麦克风的设定，然后让 Mic Mini 2S 进到配对模式，他们两个很快就可以配对上了。这样我就有2个麦克风可以一次收2个人的声音。如果你有很多 DJI 的产品，你就可以买一组互相配对。Mic Mini 2S 在台湾的售价，相机版本这一盒是5390，手机版是3040。其实我觉得它的价格算是蛮好入手的，毕竟我之前都买破万的麦克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不同代之间的差别。这个呢是2024年出的 Mic Mini， 他们其实从之前他们就是出2种版本，相机跟手机版本。然后我手上的这个是手机版。Mic Mini 它的外观就比较单调一点，然后它的毛球呢是不可以拆卸下来的，后面这个夹子也是固定的，不过它也是可以吸在衣服上。它不像 Mic Mini 2S 有支援内录的功能，然后它也不支援他们家的 App， 毕竟是比较早的产品嘛，2024年出的。再来 Mic Mini 2呢是今年4月才发表的产品，它的规格其实跟 2S 很类似，它的外观呢也是可以换很多不同的颜色，但它就没有支援单独录音的功能，而且你看它相机的接收器，它其实最多就是支援到1对2。Mic Mini 2这一款2个麦克风1个接收器这一盒，它的售价是2690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如果你不在意单独录音的功能，而且预算有限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2款，它其实相差大概500块左右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当然会选择比较新的 Mic Mini 2。再来，我们看到去年8月推出的产品 Mic 3。它也是小小一颗，但它是更高阶的产品。接收器上有一个1.1英寸的萤幕，可以直接在萤幕上调各种设定，你就不用进到手机的 App。它也有支援32bit 单独录音的功能，而且它的容量更大，是32GB，所以它的录音就可以录更久。看它的规格，在无线传输下，它是有支援5G 赫兹的，这样就代表它的抗干扰能力可以更强。这么说好了，在 Computex 这种很多无线设备的环境下，2.4G 赫兹就很容易打架。那如果你用的是 Mic 3，它就可以把频段切换到5G 赫兹，它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的传输。那如果是2.4G 的话，你可能比如说我轻轻一个转身，它很容易麦克风跟接收器就容易断掉。而且它最高可以支援到4发8收，就是4个麦克风8个接收器。我先假设一下，你可以想象有一个 YouTuber 在拍大型的企划，他有4个来宾，然后有8个机位。然后他们可以同步收音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以实际的情况来想，可能不会有人真的买到8个接收器这么多。主要是现在剪辑软体在对音轨的方向上，其实已经方便很多，可能不需要到8个机位都一定要有接收器。它还有内建时间嘛，这个功能对于多机位拍摄完，你在后置的情况，你要去同步影音跟画面。很重要，所以 Mic 3就是适合你多机或是剪辑需要分轨的使用者。它的价格就会比 Mini 2S 高上不少，2个麦克风1个接收器，这一盒的价格在台湾是卖8890。所以这样看下来，如果你不在意单独录音的功能，而且你预算有限的话，你可以考虑 Mic Mini 跟 Mic Mini 2。那如果你是更进阶的创作者，需要单独录音或是多人收音的功能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 Mic Mini 2S。那如果是更高规格，然后你需要拍摄多人，而且后置很复杂的企划，要求更高的时候，你会可以选择 Mic 3。突然有一种就是科技进步很快，因为毕竟我也才几年前自己出来做 YouTube， 然后麦克风的价格就可以
降了不少，突然觉得时间上有点感叹。现在入门要买麦克风好像很便宜，我以前花很多钱啊。这样子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每一代的差距跟定位？好了，我已经帮你们画好重点了，考试会考要记得哦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结束很快吧？O 代表 off，L， 你确定这样子我们收音的时候，哇，你先拿掉。哎、很烦呢、果音人哎，不是我是果音人，不是我，烦死了，怎么这么多果音啊？